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嘟嘟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国风系列44如意抱枕套。这款抱枕套由前片、底片、钩边、流苏、装饰以及珍珠纽扣组成。先钩织前片，接着钩织底片，与前片进行拼接。完成后，分别在前片和底片上进行钩边，再制作流苏和装饰，最后缝上装饰和珍珠纽扣。先学习前片的钩织，前片分为花片和连接，是由9片相同的花片组成。第一个花片正常钩完，其余每个花片在最后一圈时边钩边连。单个花片采用环形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，钩织过程中需要换线，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长针、引拔针、中长针和短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用棉线做演示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来环形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食指上绕2圈。现在食指上一共有3根线，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，取出，然后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1圈，从中指和食指之间穿过，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中指与拇指之间，用握笔的姿势拿起钩针，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针柄，架在虎口上，针尖的弯钩对着自己，中指轻轻搭在钩针上。钩织时，中指可以压住针上的线圈和挂的线，这样可以更好地控制线圈的松紧。这里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在钩织过程中不压线。钩针穿入线圈，针放在线的左侧，逆时针绕线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1个线圈，钩1个锁针固定，绕线，将线从线圈中钩出，1针锁针就钩好了，拉紧，环形起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第1圈，先立3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1、2、3，这3针锁针算作1针长针。锁针的正面是 V 形状的辫子，一个辫子
表示一针，然后钩一针长针，绕线，穿入起针的线圈，绕线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，穿过前2个线圈，还剩2个线圈，再绕线，一次穿过，一个长针就完成了。右上方的这个辫子就是其针目，扣记号扣标记。没有记号扣时，可以用回形针或者别针代替。接着再钩一针长针，绕线，穿入，绕线将线勾出，绕线依次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。1、2，第2个长针完成。我们把这个起立针和2个长针看作一个叶片，注意这个叶片是这一圈的第1个叶片，钩法特殊，往后都是钩3个长针作为一个叶片。接着钩3个锁针，1、2、3，往下钩第2个叶片，钩3个长针，第2个叶片完成了。接着再钩3个锁针，继续钩第3个叶片，完成后再钩3个锁针，钩第4个叶片。如果位置不够，可以将之前钩好的针法往右移动，再钩织。最后钩3针锁针，收一下线圈，一共有2个线圈，先轻轻拉动起针的线头，有1个线圈活动，拉紧活动的线圈，还剩1个线圈，
直接拉紧线头，这样线圈就收好了。接着在记号扣的位置引拔连接，挑这样2根线，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完成。引拔针不算一针，下一圈需要换线，先进行断线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一点线头，断线，拉紧，织片的正面纹理比较清晰，反面纹理比较模糊。后面钩织时，正面始终对着自己。这里线头可以藏到织片的背面。这样线头就藏好了。大家可以将线头多藏几次，最后剪断多余的线头。起针的线头也可以藏起来后剪断。往后遇到藏线头都可以参考这里的方法。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钩第2圈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左手挂好线，留出5厘米左右的长度，打一个结。在上一圈，引拔针右侧的锁针洞眼接线，钩出，将打结的部位放到织片的反面，这样就接好线了。钩3个锁针起立，在锁针洞眼钩一个长针，这里可以将线头放在上方，边钩边藏进去。在第1针长针上扣记号扣，接着再钩一个长针，第1个叶片就钩好了。接着钩一个锁针，在左侧锁针洞眼里钩一个叶片，
完成后钩3针锁针，继续在同一个位置再钩一个叶片。我们将这2个叶片和之间的3个锁针看作一个拐角，接着钩一个锁针，在左侧锁针洞眼里钩一个拐角，也就是依次先钩一个叶片，接着钩3个锁针，最后再钩一个叶片。这样第2个拐角就钩好了，剩余拐角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。最后一个叶片需要钩在接线位置的洞眼，然后钩3个锁针，在记号扣位置引拔，绕线将线钩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完成引拔针，拉紧，锁1针后断线，拉紧，这样最后一个拐角也完成了，线头藏入织物内部。开始的线头已经藏了一部分，可以再藏一段距离后剪掉。这样第2圈就钩好了。接着钩第3圈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材，继续在上一圈
引拔的右侧锁针动眼接线。然后勾一个叶片，如果后面能熟练找到第一针长针的位置，往后就可以不用扣记号扣了。注意边勾边藏线头。完成后，勾一个锁针，在相邻动眼里勾一个叶片，往后3针锁针的动眼勾一个拐角，1针锁针的动眼勾一个叶片，叶片的左右勾一针锁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往下勾完最后一个叶片。最后一个叶片完成后，先勾一个锁针，再勾一个中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穿入第一针长针的针目，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再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一个中长针就勾好了。这就是中长针的针柱。下一圈开始不用换线，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勾第4圈，先勾一个叶片，叶片中的2个长针需要勾在上一圈的中长针针柱上。完成后勾一个锁针，继续勾叶片和锁针。这一圈都是在上一圈的拐角里勾拐角，2个拐角之间的每一个锁针动眼都勾一个叶片，叶片的左右各勾一个锁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往下钩织。
最后一个拐角的叶片钩完后，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第一个长针上钩一个中长针。我再演示一次，钩针绕线，穿入，钩出，接着再绕线，一次穿过，一个中长针就完成了。这样第4圈就钩好了。剩余圈数就是在拐角的锁针动眼、钩拐角、拐角之间，每一个锁针动眼都钩一个叶片，叶片左右各钩一针锁针。注意，往后随着圈数的增加，单个叶片的数量也会增加。第5圈结尾钩中长针连接，第6圈结尾与第2圈相同，钩完3针锁针后，在第一个长针上引拔，断线。第7圈需要换色，大家对照图纸钩完第7圈最后一个叶片。小样这里已经钩好了最后一个叶片，然后钩2个锁针，最后钩一个短针连接，钩针穿入第1针长针的针目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，一次穿过，短针就完成了。钩完后，需要对照图纸测量一下尺寸，如果尺寸相差较大，可以调整手松紧，重新钩织。这样第7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开始钩第8圈，先钩5个锁针，在左侧锁针动眼钩一个引拔针，继续钩5个锁针，在下一个锁针动眼钩一个引拔针，往后继续在每个锁针动眼钩一个引拔针，左右两侧都钩5个锁针，一直钩到左侧第一个拐角处。现在钩到了对应位置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条边，然后开始钩角，就是在拐角的锁针动眼依次钩一个引拔针，5个锁针，再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就钩好了一个角。后面遇到拐角都是按这样的方法钩角，角之间钩一条边，大家自行钩到最后一个拐角处。这里钩到了对应位置，
先钩一个引拔针，5个锁针，最后在上一圈的短针上调短针的针目，钩一个引拔针，再钩一个锁针固定，断线，藏好线头。这样，第一个完整的花片第8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进行花片的连接，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进行。左下角是第一个花片，剩余花片的第8圈在钩织过程中与之前的花片进行连接。成品共9个花片，按照每排3片，共3排排列，拼接成一个方形。这里的连接会遇到2种情况：连接1条边和连接2条边。下面我以4个花片为例来演示方法。首先分别对其进行编号，从左往右数，1、2，从下往上，3、4。下面我来演示第2片与第1片连接。可以将花片2的任意一条边与花片1的一条边进行连接。先按照花片1第8圈的方法完成花片2的第1条边，完成后开始进行连接。将花片2上的2个相邻的角和中间的这条边与花片1对应位置进行连接。先连接角，在锁针洞里先钩一个引拔针，再钩2个锁针，然后拿起花片1，将2个花片背面相对，拿在手里，挑花片1上的锁针洞眼，钩一个引拔针，接着钩2个锁针，再在花片2的锁针洞眼里钩一个引拔针。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角的连接，相当于把间隔的5个锁针中间的锁针换成了引拔针进行连接。完成后进行边的连接，先钩2个锁针，然后挑花片1左侧的锁针洞眼钩一个引拔针，继续钩2个锁针，在花片2的锁针洞眼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就连接好了一个锁针洞眼。我再来演示一次，先钩2个锁针，挑花片1左侧的锁针洞眼钩一个引拔针，
再钩2个锁针，在花片2的锁针洞眼钩一个引拔针。这里连接的方法与第8圈钩法相似，不同的是将间隔的5个锁针，中间的锁针换成了引拔针，用来连接2个花片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到左侧的拐角。现在钩到了角的位置，先钩一个引拔针，接着钩2个锁针，然后挑花片1，角的洞眼钩一个引拔针，完成后钩2个锁针，一个引拔针，这样另外一个角的连接就钩好了，连接一条边就完成了。大家继续按照第8圈的钩织方法，将这一圈钩完。最后在上一圈的短针上钩一个引拔针，再钩一个锁针固定，断线，将线头藏好。这样花片2与花片1的连接就完成了。横向的花片都是按照这样连接一条边的方法进行连接。下面来连接第2排的第1个花片，也就是小样中的花片3，需要将其中一条边与花片1上方的这条边进行连接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按照第8圈的钩织方法完成第1条边的钩织。现在钩到了第1个角的位置，将这个角与花片1左上方进行连接。完成后，按照之前边的连接方法，将这2个花片边连接起来。现在已经钩到了角的位置，这里角的连接与之前略有不同。先在花片3的锁针洞眼里钩一个引拔针，
接着钩2个锁针，然后挑花片1、花片2的连接处，引拔针上的2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完成后钩2个锁针，再在花片3的锁针洞眼里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就完成了这个角的连接。同时，花片3与花片1的连接就完成了。后面每排开始的位置都要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连接，往下继续完成花片3第8圈剩余部分。这个就是花片3连接完成后的样子。接着来连接花片4，需要将2条相邻的边与花片3竖向的这条边和花片2横向的这条边进行连接。下面请看演示。首先将花片4的第1条边钩完，现在已经钩完了花片4的第1条边，到了第1个角的位置，与花片3对应角进行连接，继续按照之前的方法将这一条边连接完成。现在钩到了第2个角的位置，先钩一个引拔针，2个锁针，然后在花片1、花片2、花片3连接点的洞眼挑2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就连接好了。继续连接这2条边和下一个角。这样连接2条边就完成了。往下继续钩
花片4第8圈剩余部分。这个就是花片4连接完成后的样子。往后连接2条边时，都可以参考这里的方法。这样花片的连接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底片方法与前片花片相同，都是在拐角处钩拐角，锁针动眼钩叶片，叶片左右都钩1个锁针。注意钩织过程中需要换色，遇到换色的圈数时，结尾在第1针长针上钩引拔针连接，之后接线继续钩织。遇到不换色的圈数时，结尾在第1针长针上钩1个中长针连接，然后继续钩织。随着圈数的增加，单个叶片的数量也会增加。注意叶片最后一圈结尾与前片花片的叶片结尾相同，都需要钩2个锁针1个短针连接。钩完图解标注的圈数后，可以与连接好的前片进行比对，不能超过前片。如果与前片尺寸相差较大，需要调整手松紧，重新钩织几圈。底片最后一圈需要与前片边钩边连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到剩余最后一圈，这样底片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进行底片与前片的连接。前片与底片一共完整拼接了3条边。还有1条边只拼接了左右2个部分，中间需要留出开口位置。先用记号扣留出需要开口的位置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行调节开口的大小。下面我来演示一下具体的拼接方法。这里小样圈数较少，只演示方法。现在底片钩到了剩余最后一圈，我们先连接第1条边，钩5个锁针，接着取出前片，背面与底片相对，钩针同时穿入底片左侧的锁针洞眼和前片对应的锁针洞眼，钩1个引拔针，接着再钩5个锁针，继续在底片左侧的锁针洞眼和前片对应位置钩1个引拔针。我再演示一次，钩针同时穿入底片和前片锁针洞眼，钩1个引拔针，再钩5个锁针。大家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拼接。
现在勾到了花片拼接处，分别在这样的3个引拔针位置勾引拔针连接。这样第一个花片连接就拼接好了，然后继续往下进行拼接。遇到下一个花片连接处，在这样2个引拔针位置勾引拔针连接。这样第2个花片连接处就拼接好了。继续对照图纸拼接到底片第1个拐角处。小样这里勾到了对应位置，先勾5个锁针，接着钩针同时穿入底片拐角的锁针洞眼和花片拐角锁针洞眼，勾一个引拔针。拐角处就拼接好了，这样第1条边就拼接完成了。完整拼接的边都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拼接。下面开始拼接第3条边，小样这里只演示方法，先按照之前拼接的方法一一对应拼接到第1个记号扣处，注意开口的位置。不需要与前片拼接，引拔针只勾在底片的锁针洞眼，引拔针两侧各勾5个锁针，一直勾到第2个记号扣处。小样这里已经勾到了第2个记号扣的位置，继续将底片与前片拼接起来。
这样第3条边就拼接完成了。大家继续将第4条边拼接至底片最后一个拐角处。小样这里还剩最后一个引拔针，将这个引拔针勾在底片最后一个短针和前片花片的对应位置。再勾一个锁针后，断线，将线头藏好，这样底片与前片的拼接就完成了。下面开始勾边，分别勾在前片和底片的边缘。勾边采用来回往返钩织，这里用到新针法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勾边方法。取出对应线材，这里为了方便观看，采用不同颜色的线材进行演示。找到底片的任意一个角，在角左侧的5针锁针动眼接线，勾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勾4个短针，在左侧锁针动眼勾2个短针，接着勾4个锁针，翻面，从左往右数，第3个短针上勾一个引拔针，拉紧，再勾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在4个锁针的锁针动眼勾2个短针，然后勾一个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，先勾3个锁针，然后钩针穿入短针针目的前半针，和下方左侧的一根线，勾一个引拔针，拉紧，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完成。接着在动眼里再勾2个短针，然后勾一个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，后面简称狗牙拉针。我再演示一次，先勾3个锁针，然后钩针穿入短针针目的前半针，
和下方左侧的一根线钩一个引拔针。这样第二个狗牙拉针完成，继续在洞眼里钩2个短针。一个狗牙拉针，在洞眼里再钩一个短针。最后在左侧的锁针洞眼钩2个短针。这样钩边的一组花样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再钩一组花样，在左侧锁针洞中先钩4个短针。在下一个锁针洞中钩2个短针。接着钩4个锁针，翻面，在左数第3个短针上钩一个引拔针。接着钩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在4个锁针的锁针洞眼钩3组2个短针1个狗牙拉针。然后钩一个短针，最后在左侧的锁针洞眼钩2个短针。这样第2组花样就完成了。大家按照这样的钩法将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组花样钩完后，在第1个短针上引拔，拉紧，锁1针之后，断线，将线头藏起来。前片的钩边也是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大家自行完成，这样钩边就讲解完成了。下面开始制作流苏，分为珍珠、流苏帽和流苏穗。
先钩织流苏帽，接着再制作流苏穗，最后进行组装。先钩织流苏帽，采用环形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换线，用到新针法十字短针和十字短针加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对应线材，预留15厘米的线头后，环形起针。接着钩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开始钩第一圈十字短针，先穿入起针环，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钩住线，将线拉出，钩针绕线，从2个线圈中钩出，一针十字短针就完成了。扣上记号扣标记。接着再钩一个十字短针，穿入起针环，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钩住线后将线拉出，接着绕线一次穿过。第2个十字短针完成。接着在起针环中再钩4个十字短针。将预留的线头留在正面，然后收紧线圈。将线头留在织物外，然后在第1针上引拔。拉紧，以免后面多钩，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2圈，先钩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钩一个十字短针加针，就是在同一个位置钩2个十字短针。1、2，一个十字短针加针就完成了，在第1针上做标记。接着在上一圈剩余每个十字短针上一一对应钩一个十字短针加针。
完成后，在第一针上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二圈完成。继续钩第三圈，先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第三圈每一个十字短针上一一对应钩十字短针。这样不加不减的钩织会使织物自然翻卷，调整织物使正面朝外。最后在第一针上引拔，这样第三圈完成。来看一下成品，第四圈和第五圈的钩法与第三圈相同，注意第六圈需要换色，大家先对照图纸钩完第五圈最后一针。小样已经钩好了最后一针，然后与第一针引拔，拉紧，再钩一个锁针后断线。接着取出对应线材，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一一对应钩十字短针，可以将线头放在钩针上，边钩边藏进去。藏几针后，将线头剪断，继续钩织。下一圈也需要换色，按照这里的演示换线，大家将这两圈钩完。第六圈最后一个十字短针钩完后不引拔，直接拉出线头断线。将线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中勾出，再将线从最后一个短针针目中间勾出，这样就完成了收针。
最后将线头在背后打结，然后顺着纹理将线头藏起来。这样一个流苏帽就完成了。下面制作流苏穗，大家对照图纸中的数量，剪出对应的线段。小样这里已经剪好了，先抽出任意一根，横放在线段中央，然后将线段对折，打一个死结固定。接着缠绕线段，最后再打一个结固定。这样一个流苏穗就完成了。接着将流苏组装到钩织好的抱枕套边缘，先准备一颗珍珠、一个流苏帽和一个流苏穗，然后开始组装。用串珠针将线头穿入珍珠，接着找到抱枕套角的边缘，可以看到4个角的地方还有一个锁针洞眼没有连接，穿入，接着穿回珍珠，换缝合针，将流苏穗塞入流苏帽，然后将线头从流苏帽的其中环中穿入，接着将流苏穗与流苏帽顺着十字短针的纹理来回缝合。最后在流苏帽内部打结，
这样就将流苏固定好了。流苏穗可以用剪刀修剪整齐。这样一个流苏穗就完成了。剩余3个流苏也按照这样的方法组装好，这样流苏就讲解完成了。下面开始制作装饰。前片的每个花片都缝合了一组装饰，分为4个如意。底片上也缝合了一组。采用锁针起针，完成后将装饰缝合在对应位置，形成如意的样子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对应线材，首先起针，左手挂好线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一圈，将线勾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，稍微拉紧。下面开始钩锁针，一直钩完需要的针数。完成后，将线头勾出，断线。将锁针装饰缝合在花片上，找到任意一个花片第4圈的拐角处，将装饰从2个相邻的长针中间勾出。将装饰分为左右2半。锁针的正面朝外，接着将右边的一半搭在左边的一半，然后将2个装饰摆放好，找到花片第5圈的拐角，将装饰的线头分别穿入拐角外侧的2个长针。接着剪一段20厘米的对应线材，左手轻轻捏住线，右手抽出一股，然后穿入缝针，顺着摆放好的纹理固定几针。
最后打结固定，将线头顺着背后的纹理藏好。剩余3个装饰也采用这样的方法固定在花片上，这样一组装饰就讲解完成了。剩余装饰大家自行完成，这样装饰就全部讲解完成了。最后将珍珠纽扣缝合在前片的开口处，一共在前片钩边处均匀的缝合了3颗。纽扣的位置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剪一段20厘米的线材，抽出2股，穿入缝针，找到前片开口处最中间的位置，穿入，打一个结固定，然后穿入珍珠纽扣，来回缝合几针，将珍珠纽扣固定在前片上，最后打一个结，这样就固定好了一颗。剩余2颗纽扣用同样的方法固定在前片上，大家自行完成。可以将后片对应的叶片、长针的缝隙作为扣眼，这样珍珠纽扣不容易脱落。珍珠纽扣就讲解完成了。到这里，这款抱枕套就全部讲解完成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